欢迎收看万乔安频道。今天我跟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对安卓以及苹果手机进行录屏。在进行录屏之前，大家肯定会给我推荐很多的软件，像苹果手机它也有自带的一些录屏软件，像这样这个小圆点就是 iPhone 手机自带的录屏软件。这个就是我的苹果测试机映射在浏览器的上的样子。然后或者大家会给我介绍一些录屏的软件。那么在没有录屏软件的情况下，没有这个图形化录屏的软件情况下，如何进行录屏呢？而且录屏的时间如果没有声音，能不能录制出有声的视频呢？肯定是有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给大家讲。现在我们就打开一个视频软件，然后这样就出现了，并且大家是听到声音的。现在转到我的命令行，我们看一下我的桌面，没有任何的 MP4 或者任何格式的视频软件。这个是录屏的，这个小红的是给大家讲视频的软件。然后我们点回车，这时候大家听不到任何的声音了，是因为这个命令在默默无闻的录制一个视频，并且在桌面出现了一个 idb test 点 mp4， 也就是正在录制的这个视频。那么这个没有声音的录制视频会不会录制出有效的有声音的完美的视频呢？我们一会儿拭目以待。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映射，然后我换了一个视频，因为这个屏幕有点延迟，但这不会影响视频的质量，我只是把这个视频转换一下，投射在这个浏览器上，供大家观看。现在我再切换一个视频，然后切换另一个唱歌的视频。然后我们稍等一下，让这首歌唱完。像这个苹果手机映射在浏览器的功能的话，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这个相关的其他的视频。然后录到这里，我们就结束它。到命令行，我们按 Ctrl 加 C， 这样 Stopping Video。这时候大家又听到了声音，也就是说，这个后台录制的话，它会让声音消失，并且在录屏完后之后让声音恢复。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录制完整的 MP4。
到底有没有声音。我们先把这个最小化，然后我们打开这个视频，然后大家就听到了这个无声的录制视频，它是有声音的。也就是说，这个软件可以默默无闻的在后台为大家提供录屏，并且不影响别人。然后录制完成之后，就会有完美的这个声音。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好用的，所以推荐给大家。而且这个录屏软件的话，安装也比较简单，是一个快捷项目，免费。现在我把这个视频关掉，我们看一下这个录屏软件，也不能说是一个录屏软件，应该是一个录屏的后台插件嘛，一个开源项目。因为一提到软件的话，大家肯定就会想到像这样，像 Chrome 这样图形化的软件，像视频软件。我们到网上去搜索一下，我把这个先关掉，相关的服务我们先关掉，避免电脑卡断，然后关掉。啊，这里的操作只是为了把手机映射到浏览器上，跟这个 IDB 没有关系。如果大家在录制的时间可以不用这个的，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我的那个其他的，像 Attack Server 和 ITF 如何把手机映射到浏览器上。不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安装这个 IDB 直接录屏也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打开谷歌，最大化，这里找到 IDB，IDB 也就是 iOS Development Bridge， 也就是苹果手机开发桥连接桥。这里就有它的一些介绍。IDB 是为了用来自动化测试的，可以测试这个虚拟机或者是设备、移动设备。然后安装，大家通过这个命令直接像这样复制，然后粘贴到这个命令行，一步一步的就可以进行安装。这个 IDB 客户端的话，大家安装要使用的这个 Python， 因为这里用的 Pipe 3.6， 大家如果用现在的版本应该都是 Python 3.8 了，大家把这个 3.6 改成 3.8 或直接 Pipe 3 install fb-idb 就可以了。安装好之后，大家还需要安装插扣的。如果大家不做开发的话，安一个插扣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插扣的支持了 Mac 很多服务，最好的是安装一下，以防发生一些其他的错误。这个都很简单，然后大家就直接记住这个命令，想把这个视频录制在哪个目录
目标目录，像我录制在桌面上给大家看，就直接 desktop， 然后起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它可以录制任何格式的 MP4， 任何格式的音频文件，像 MOV、AVI 之类的。如果大家记不住命令的话，直接 idb-help， 然后就会出现这些文档，然后直接搜这个就可以了。这个 video record video， 像 idb video， 然后输入 idb video-h， -h 就是 help 的缩写，这里都有。然后输入 udid， 这里是它的一些选项，这后边的都可以不要。查询的话就是 idb list targets， 这样，然后就查询到了。我连接的我的 iPhone 测试机，以及这个 Mac 本地的这个虚拟器。然后我们把这个断开 ，idb disconnect， 拷贝，回车，我们再查看一下，就没有链接的了。我们打开一个虚拟器，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录制其他的音频格式，像 MOV、AVI 之类的。我们打开一个虚拟器 Simulator， 然后 Mac Pro 帮我打开了一个 iPhone 11。影机，我们看一下它的命令，像这里都有。刚才查找的，就是用的这个 list targets， 就输出了所有的设备，然后 list apps 就输出了选中的这个设备的软件。以及这些后边都有这个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把这个命令行调小一点，放到桌面上，然后我连接这个虚拟机，用其他的格式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idb connect， 因为这个是 iPhone 11 Pro Max， 就是这最后一个，我们选中它 ，copy 到下边粘贴，然后我们回车，这里就显示了 UDID is local true， 就已经连接上了。我们查看一下状态，这里显示冒号0，就表示已经连接。然后我们开始录屏，把它同样的录制到桌面上 ，idb video
desktop， 给它起一个名字，就叫 iPhone 11 Pro Max Test 点 MOV 吧，然后开始录制，点回车。然后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点 MOV 格式的这个音频，这个也出现了QuickTime Player 的这个图标，就是它这个有延迟，因为这个虚拟机连接可能状态没有真机那么好，所以就出现了大概有几十秒的延迟。然后我们点，那这个虚拟机加载有点慢，也可能是我 Mac Pro 的性能有问题。我们回到主页，看看照片，照片也是白的。看看地图，地图加载也慢，应该是电脑的问题。这里高德地图，继续添加，然后我们再回到桌面，看看有没有别的，没有别的，News。好，几分钟大概过去了，我们在这个命令行里按住 Ctrl 加 C， 然后 Stopping Video 结束了，然后这个 QuickTime Player 的图标消失，出现了一个完整的点 MOV。我们打开看一下，用这个 QuickTime Player。开始录制了2分30秒左右，这个就是我在这个虚拟机上录制的视频，还是很清晰的。这样都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关掉，像其他格式的 AVI 以及.webm 格式的都可以录制，大家喜欢回去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虚拟机没法录制有声的视频，大家录制真机的话，就会有更好的体验。刚才大家也已经听到和看到了一些效果，它比专业的图形化录屏软件要方便很多，直接把这个视频录制在电脑上，就不用你在手机上录制完之后再传输到电脑上进行编辑，方便了很多。而且在录制的时候没有声音，如果有隐私的
的话，身边又没有这个耳机，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发现。你可以录制任何你喜欢看的小姐姐，像还有一些运动健身之类的，以及开发测试中做这个记录，防止这个问题的甩锅，将问题记录下来作为证据，都是可以的。然后像大家可能会想，有没有一边看一边录的这个软件？有没有免费的？答案还是有的。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先把这个虚拟机关掉，把我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软件关掉，以防发生干扰。把这个命令行也先关掉，退出，退出。好，这个也行。这两个视频先放一下。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 Reflect 3，它到底有什么功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款软件既可以投屏，又可以录制视频。然后我们打开了这个像在这里图标，还有在刀壳下都有它的显示。然后我用我的手机投一下屏，大家稍等一下。然后我现在在投屏，它让我输密码，还比较安全的，4885。好，然后就投到这个我的 Mac Pro 上了，无线投屏，像这个样子。我给大家拍个照。这样就投放到屏幕上了。然后我们就到这儿了，回到桌面，然后看一下这个切换都比较顺畅。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些功能。刚才用这个拍的照，保存这个桌面，然后这里也有录屏。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设置，然后设置，像这里 General。Hover 总是在前边，连接，以及这里的推荐，这个分辨率，还有4K 的，大家可以选择，像这些，还有自动帧，以及 Record 下边 Record Model。还有这个 recording quality， 这个质量是 low
还是 High，还是 Very High，大家都可以选择。还有这个帧是15、24，还是29.97、30、60，然后都比较全面。现在我们就录制一个看看，因为这里没有选项选择视频的格式。哎，看到了，没有选择。然后再看这里，只有关于更新服务这些没有选择，也就是说它不能录制别的格式，只能是 MP4 的。现在我们就开始录制一个，就选择30吧，因为选择60的话可能不行。录制。录制开始了，这里有小圆圈，在不停的转。我们再打开，抖音，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我把声音调小了，切换。这个延迟还是比较大的，声音跟画面不能够及时的同步，也是需要靠电脑性能支撑的。现在我们把它关掉。好 ，Finishing the recording, please waiting。然后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既可以投屏又可以录屏的软件 ，Reflect 3。然后它在后台进行这个视频的整理。这个软件大家在网上也可以搜到，去它官网有付费版的，因为我这个都已经注册了，也有一些免费版的，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相比之下，这个 Reflector 和 IDB 的话各有优缺点，因为 IDB 的话，它录制的时候会暂停你移动设备的声音，你只能看，听不到声音，享受不到这个音乐的乐趣。而这个 Reflector 可以投屏的情况下录屏，但是录完之后，它需要进行这个视频格式的转换，需要耗费一点时间。至于多长时间，肯定是需要依靠你
电脑的性能，性能越高，这个转换时间越快。就像我这个录屏软件 MonoSnap 也需要进行转换的，不过它转换的话是速度很快，跟 IDB 差不多。这个是电脑软件。咱们今天介绍的是移动设备的录屏。这个速度很慢，我们打开 Chrome 看一下这个 Reflector， 然后我们到它官网找一下。然后看到这些，刚才这里它支持的设备，也支持安卓。然后下边都有介绍。获取是付费还是什么？如果大家想用这个免费版的话，需要到网上搜索其他的版本，这样就可以进行免费的这个搜索，以及像这个软件还具有一些其他的功能，视频、调取设备的摄像头以及这个录音。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这里就是这个样子。介绍完了这个 iPhone 的录屏，然后大家会问有没有安卓的这个免费的像 IDB 一样的好用的这个开源项目小插件。答案也是有的。之前给大家讲视频 Attack Server 以及 ITF 的时候用到的这个ADB， 进行安卓手机的管理，在像 Mac、乌班图以及 Windows 上进行这个环境变量配置。然后我们再打开浏览器，直接找到ADB， 这样就来到了它的这个官网。下载，我先看一下它的使用。这个需要进行环境变量的配置。你是开发的话，可以直接安装一个 Android Studio。如果你不需要的话，也可以直接下载一个这个 Tools， 就是 ADB 的 SDK。这里把 Windows、Mac 以及 Linux 的版本都有。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环境变量进行配置。Windows 的话，就是点击这个计算机以及属性、高级属性设置。Mac、Linux 直接 VRM 编译输入这个环境变量的目录。之前视频也有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或者在网上搜索。
安装好 ADB 之后，我们打开命令行，直接输入 ADB version， 就查到了这个版本，就说明安装成功了。像 Mac 的话，我们看一下，set 的这是我环境变量的配置，在这里配置 Android Home， 然后配置这个 Path。Linux 跟 Mac 系统都差不多，配置也是一样的。在用户目录下找到文件之后配置，然后这个 Reflector 这个音频已经整理完毕，我们把它保存到这个桌面废物。好，废物了。我们打开看一下效果。打开方式，然后就出现这样的事儿。这个是有延迟的，大家也看到了。然后录制了大概是1分17秒。如果大家的 Mac 性能好的话，应该比我这个录制的要好。不过我感觉这个录制的形式，观赏能力的话，没有 ADB 的好，因为它加入了这个手机模型。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如果你喜欢，也可以使用。然后我们把这个关掉，退出来。接着看我们的 ADB， 配置好环境变量之后，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一些命令。大家也没有必要死记硬背，还是 ADB help， 这样就可以了。哎，放大一点。像这些视频的话，我先删掉吧，都是做测试的。然后我把我的手机，我找一个手机映射到我的 Mac 笔记本上，大家稍等一下。命令行变大一点，Ctrl+N， 看有没有用的服务先关掉，把这个关掉。RM6.8.1.16.2。VM6.8.16.2。
V可DB 启动数据库，启动，打开 STF local， 找一个浏览器，找浏览器，输入 local。然后我们进入，现在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平台，我把我的手机先打开。我找到我的设置，显示，休眠选择永不。现在我这个手机就投射到了 Chrome 浏览器上，然后刚才我选择了休眠，进行设置为永不。我们把这个浏览器变小一点，大家也可以把手机投放到这个浏览器上，通过电脑的一些录屏软件进行录制。应该比那个用 Reflector 要好，毕竟没有那个手机框，录制出来会让人感觉不舒服。然后我们打开命令行，找到这个命令，我们找。像安卓手机录屏的话，它是使用的 Screen Record， 网上有介绍。我们看一下官网吧。刚才的官网。然后这下边就是一些命令，就这样，命令行工具，我们直接搜索 adb 格润 adb share 然后就找到了 adb share 这个 run record。就这样，直接在这儿找。刚才那个不准确，直接跳到了别的页面。然后大家就看到了，录制视频 Screen Record 命令是一个用于录制设备及显示屏的 Share 实用程序。确实，这个命令在实际中，无论你是开发还是非开发，都是比较实用的。像直接 adb share， 然后录制到这个软件目录里边就可以了。不过它没有iPhone 手机这个实用工具好。
因为它会直接录制在这个 Mac 上，而这个的话，你要录制到手机的内存卡里，然后再拉取出来。在没有录屏软件的时候可以用，有录屏软件的时候就不好说了，性能没有Mac的好。而且这里也介绍了，最多只能录屏3分钟。如果你没有设置 time limit， 到了3分钟它会自动停止。而这个 ADB 的话 ，IDB 就是 iOS 这个 developer Mac 录制视频，它要录制的时间很长，这就看你电脑的性能了。相比之下，苹果厂商做的这个功能还是要比安卓好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命令吧，我们输入 adb devices， 然后就找到了我这个设备的 ID， 然后我们 adb share screen SD card demo 点 MP4， 输错了 screen record， 然后咱们再输一下，他又说 system bin share 下没有这个命令，我们 adb share， 然后就进到了手机这里边。我们在这个上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放大，这里 adb share 也能直接看到，能直接screen record SD card demo 点 MP4， 这里还是提示 screen record not found。 大家会想，你这不是骗人吗？不是的，因为安卓手机厂商它都有不同的标准，像这个华为手机的话，它没有这个权限，这个命令。大家可以换成小米手机或者其他的手机，小米手机是有这个命令。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下，需要进行手机 root 权限，然后到网上搜索如何解决，就是需要更改权限，并把这个命令设置到这个目录下。我们 ls， 我们 cd system bin 目录下cd system bin 没有输出，看命令吧，cd system bin， 然后 cd ss， 没有目录，就到了这里。然后我们找 S 开头的 SC， 大家发现它有这个截图 screen cap， 也就是 capture， 我们截一个图试试 screen cap SD card 加 test 点 png， 然后截图成功了。
我们找到这个 SDKER2S， 我们找这个 test 开头的，就是这个蓝色背景下的 test PNG 就是我们刚才截的图。也就是说，我这个测试手机只允许截图，不允许录屏，没有这个权限。下面我们就换一个手机，换成小米手机，给大家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小米测试机 ADB Devices， 跟刚才的这个设备号是不一样的，刚才是 S 开头的，这个是数字8开头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浏览器，这个就是我的小米测试机映射在 Chrome 浏览器上。刚才这个华为测试机是这个，现在已经失去连接了。然后我们点开这个小米测试机，就看到了画面。我们找一个这个，大家会发现这个 STF 比刚才那个 Attack Server 2映射 iOS 的流畅度要高一点，所以安卓手机的话，大家用 STF 就可以了， Attack Server 可以不用。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对这个进行录屏。小米手机，我们把它缩小一下，缩小，找到这个命令行，把命令行也缩小，然后我们 ADB share screen record， 看看能不能映射到这个桌面 Mac 桌面 demo 点 MP4， 然后这里提示 unable to open， 不能打开，也就是说不能在 Mac Pro 上直接录制，还是需要进入到手机 ADB share，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screen record， 这样进入 SD card demo ADB demo 点 MP4， 这样就开始录制视频。也就是说，小米手机可以用这个 Screen Record 进行录屏，而刚才那个华为没有这个命令，需要进行 root 权限才能进行这个录屏。因为安卓手机不同的厂家太多了，每个厂家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这个手机定制，大家要根据自己手机这个平台去试。如果没有这个命令的话，也要用这个功能，大家就需要去 root， 最好还是不要 root， 因为这个 ADB 录屏的话比 IDB 要差，这个记录而且记录不了声音，大家应该听到这个视频还是有声音的，外置声音，我说话的时候外置声音还是在放的。咱们就一会儿看一下这个，大概3分钟吧，
它会自动的停掉，不需要按 Ctrl+C， 因为它最多支持3分钟嘛。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STF 的其他功能。像这个 STF 的话，我们截图，它是可以直接截图的。我们可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桌面，计算机桌面，现在就保存成功了。就是这个，打开看一下，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浏览器其他功能。这里 Share ls 查看目录，大家就看到了。我们 cd sd card no output cd 杠 sd card 没有输出。我们看这个 file 找找，在这里。然后我们进入到了这个 SD card 目录里边，找一下有没有这个 ADB demo， 没有看到。ADB 在这里 ，ADB demo， 我看一下这个控制台，大家看到没有？我没有按 Ctrl+C， 它自动的停止了，也就是说，它大概录了3分钟。我们把这个 demo 拖到我的这个 Mac Pro 桌面看一下，缩小。我把这个外置声音先关掉，关掉了，关掉了。我把这个对小化，稍微放大一点。找找刚才的 ADB demo， 找到了，在这里。我们看能不能拖到桌面上。test 桌面，所有文件，我们存储。选错了，刚才。可能这个文件太大了，看一下其他按钮。读写权限。再点一下这个是啥？这个 MP4 可能文件太大了，不让直接下载。
然后我们用命令看一下，用命令或发取 AD SD card 下的 ADB demo 点 MP4 到桌面desk top 看一下，没有发现错。我们找一下这个命令行，看看我们直接找官网吧。找到 ADB， Ctrl F 后，然后大家就看到这个运行命令，将视频从设备下载到主机，就是这个。然后我们试一下，去找这个命令行。ESP AD test 粘贴一下命令 ADB demo 点 MP4， 然后现在开始下载。这个桌面出现了这个临时文件，下载比较慢。大家如果要做对安卓手机管理的话，就用这个 STF， 不要用 Attack Server 2。Attack Server 2的话，感觉不如。刚才点击的现在可以存储到桌面，可能这个文件有点大，所以反应很慢。然后下载，咱们把这个命令停掉，临时文件删掉，直接用下载的吧，移植到废纸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打开方式，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录制的2分，2分59秒，有接近3分钟，它就会自动停掉，并且不能录制音频。这一点它要比 IDB 差，所以在做安卓录屏的话，还是需要用它的自带的录屏
或者是其他的功能。看一下。像刚才那个录屏的话，还有一个 Reflector 3，它做录制的话会有边框，我还是感觉它没有 IDB 录制的好。这个每个人的审美观或者是要求它都不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去用就好了。然后其他的录屏方式也还是有，就是去网上下载一些开源项目，自己做，通过编程录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没有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用录屏软件就好了。然后我把这些服务先停掉，这些服务就是支持把手机映射到 Chrome 的服务，跟这个录制没有关系的。这个 STF 服务停掉就失去联系了，这些功能还是可以用的。因为 MP4 的话也可以直接下载，下载延迟太大。大家也可以把录制好的视频通过第三方软件传到 Mac 上。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或者别的意见，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批评和支持。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就点赞，按下小铃铛，订阅我的频道，尽情的分享吧。